大家好，我是以赖，这里是屏东访聊，这里是台湾养殖渔业重镇。上一次去日本的影片结尾说，每一次旅程所结下的果，造就了下次出发的因。我在日本认识了龙店的戴先生，我跟他说我想要参观石斑鱼的种苗场，我们约在早上7点，刚好要喂鱼的时候。这些是从南方澳买的青鱼，是要给负责产卵的鱼吃的。因为要培育种苗，种鱼的营养要够好，所以他们都是吃真正的鱼肉。大约3-4天喂一次。这一池是龙胆石斑，这个鱼嘴超大，青鱼不用切，丢下去就可以了。这些鱼的尺寸呢，在水里面被它撞到，应该会骨折。这些鱼都几十岁了，在这里服务蛮长的时间。石斑鱼可以活很久，这些鱼都还在体能康健的壮年。如果是年纪太大的种鱼，培育的小鱼容易夭折。刚刚我的摄影机被鱼咬住了，还好我握得很紧，有拉上来。但拉上来的摄影机四周都是齿痕，它们进食都是用吞的，搞不清楚状况就先吞再说，吃进去发现怪怪的才吐出来。龙店目前主要的产品鱼有龙胆、老虎斑、红瓜子、蓝瓜跟黄瓜，还有红玫瑰或者是叫红丁斑吧，也持续在尝试培育其他的鱼种。戴先生说，台湾很少能买到野生的活鱼，早年都是从国外买野生活鱼回来养。一开始不知道鱼的习性，养一养死掉是常有的事。要能成功养活到这个期间，就要先损耗掉一批鱼。养活到配种成功也是一个挑战，从受精卵变成鱼苗又是一个难关。很多小鱼活不了多久，或者受精卵经常因为不明的原因整批死亡，也有可能是母体的基因不好，所以每一批小鱼长大后都会挑出状态特别好的，留下来养着，预备做2代、3代的种。这一池是红瓜子石斑，中文名称是宋氏9刺旗。它的体型比较小，所以吃的鱼就切碎，用手慢慢丢，是要观察进食情况，不吃了就不要再喂。死鱼肉掉进池里会影响水质。别看它体型小，这一批已经是阿公了，有2代跟3代。现在看它都是黑色或是偏黑，那是因为没有要卖。如果是打算要卖的鱼，会在饲料里面加虾红素一段时间，鱼的外观就会慢慢变红。就像养殖鲑鱼一样，会在饲料里面加虾红素，让它肉色变深，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些养殖池需要做色，利用藻类刻意把水池颜色弄浑浊一点。石斑鱼不用，保持清水就可以养。他们每天都会做水质监测，每一池鱼都价格不菲。万一水质出问题的话，就要立刻做出调整。这一池是蓝瓜石斑的种鱼。这一池是金钱斑，中文名称是蓝身大斑石斑鱼，身上的花纹像蟒蛇一样，它也能长到非常大。有这么大的种鱼，就代表它被养了很久，但是我没在市场上看过这一种鱼，可能是因为不会运到宜兰来卖吧。戴先生说，台湾有能力养殖的鱼种其实很多，但养殖户都很保守，固定都养那几样，因为市场很小，就算今天你冒着风险养殖成功了，能争取到的市场份额非常低，所以就是养那几种大家都在养，消费者也都知道的鱼。这里用的海水是在靠近海边的沙地打深井，挖到下面有海水渗透进来的深度之后，抽那些被沙子自然过滤的海水，能尽量滤掉海藻寄生虫、浮游生物，这样子池水才能保持清澈。每一个池子的水都是单独的，每天都要做水质检测。这个是存放鱼精子的地方。现在石斑鱼养殖大宗是龙虎斑，它是人工配种的产物。因为龙胆石斑跟老虎石斑的繁殖期不同，所以就要把公鱼的精子先冷冻，放在这个液态氮里面保存，等到母鱼排卵之后再解冻这些精子。那受精方式很简单，就是放进水里面让它们自然的结合。这是用来监控水质的作业区。这里是鱼受精的地方，受精卵会在1-2天之内变成细小的鱼花。这个杯子里面像棉絮的，就是受精卵。可以用这种很细的网子捞住它们，变成受精卵之后，就要移到另外一个池子来做培育，在那一边会喂浮游生物，看它能不能变成小鱼。
戴先生说，目前这一批受精卵大约是250万尾，每一次受精成功培育的有可能会是0。在这个阶段呢，很常因为不知名的原因会整批死亡。如果最高能够留下来6%，就是很成功的。然后在养成更大的鱼苗之前，期间就会一直损耗，一直死，最后可能就剩下几百尾这样子。那在没有天敌、好吃好喝的供着的情况下，存活率都已经这么低了，那些在野生环境里面的小鱼，孵育率应该超级低。把鱼花捞起来，装进袋子里面打养，送到专门孵育鱼苗的地方。另外一个室内养殖场呢，他们会分出一些产能给其他单位，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没有听清楚。接着我们换了一个地方，这里就是养小鱼的地方。这个清水池里面有非常多刚刚的鱼苗，旁边有培育浮游生物的池子，它们是鱼花的食物。那么绿色的是养藻类的池，浮游生物吃藻类。那这个地方温度比外面稍高，可能是因为要养藻类的水温要稍微高一点。这个时候有另外一群人在这边见习，他们正在示范如何用很细的网子收取这些藻类。浮游生物的密度要养殖到多少呢？每天都是用显微镜来算数量。这个就是小鱼花的食物啊，用每滴水里面的数量去推算出整桶的总数。那这张图是养殖几天之后鱼会变化的形态。等鱼花再大一点的时候，就改为丰年虾。丰年虾就是现成的罐头，直接投放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这里就是可以养到可以卖钱的鱼苗了。这个是蓝瓜子，它大概6公分，养到这个大小鱼就比较稳定了，这样可以卖出去给养殖户。这几百条鱼呢，都是几百万的小鱼花转变而来的。我发现旁边有个池子，里面都是牡蛎，可能是用来过滤水源的吧。这里养着几尾石头鱼，戴先生说现在想要挑战看看这个。那石头鱼很好吃，所以想试看看。从摸清楚成鱼的习性开始，里面放着的小鱼应该是它的食物吧。这里稍微大一点的鱼苗叫做红丁斑，或者叫红玫瑰，这种鱼我也没见过，但是花纹看起来很像那种黄石斑。接着再换一个场，这里就是养殖商品鱼的地方。这个是红瓜子跟红丁斑。吃鱼肉的就是打算培育成种鱼的。那这一池我看到了非常稀有的，这一池呢是黄瓜子石斑，这个大小已经可以卖钱了。那其实黄瓜子跟蓝瓜子就是同一种鱼，鱼鳍的颜色稍有不同而已。这一池是红瓜子，大约300-400克的大小，有开始喂一些虾红素了，所以它的颜色就会慢慢变红。这种养殖呢，每池的鱼数量不能太多，鱼太多养得太密集，压力太大，鱼就容易死亡。连续看了5个场，时间来到了下午。刚好遇到了1周1次的医生检查，工作人员会依照经验把看起来病恹恹的鱼捞起来做检查。那么这一种检查是一次性的，不论检查结果如何，病人都不会痊愈的那一种。挑选的鱼通常就是游动速度比较慢、食欲不佳或看起来很奇怪的鱼。如果都挑不出来，就会轮流每一池挑一尾最倒霉的。主要要检查鱼鳃的切片、鱼肾的切片，就是一般说的血河的部位，还有鱼肝。鱼如果被细菌感染的话呢，会最先从鱼肾开始。
所以做细菌培养看结果，如果有感染，那一池的鱼就要投药医治。有的，然后这边也是肾，就是头肾，然后这边是尾肾，是，然后一般肾脏跟这个脾脏是鱼的主要免疫器官跟造血器官，是，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感染的时候都会，脾脏跟肾脏都会感染。这尾鱼的鱼鳃有看到寄生虫，用显微镜看一下就很明显。你看那个像钩子一样的口器，应该就是用来勾住鱼吸它的血的。那所以这一池鱼要投药了。我从屏东回来宜兰之后，戴先生寄了他们养的南瓜跟红瓜给我。那在要捞起来的前1周，它就不喂食了。捞起来剪鳃，放在海水桶里让血流完，接着打冰寄出，隔天就到我手里了。因为是养殖的，身上有多处擦伤，鱼的黏膜非常多，鱼体僵直，状态非常好。红瓜子也一样，我第一次拿到这种很新鲜的养殖鱼。我之前买的养殖鱼大多都已经退僵直了，状态都不是很好。那么我有2尾石斑鱼，就做2种熟成方式看看。吃看看养殖石斑鱼的生鱼片。那么可以预期的是呢，影片会有很多人开始说养殖鱼很烂，有饲料臭，下药的鱼不能吃等等的。反正我就是吃我自己想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不用在乎那些人的看法。但有的时候呢，看着那些气急败坏的留言，我老实讲，的确是有蛮高的娱乐效果。我通常会把骂最凶的留言置顶一阵子，感谢他为了我这一部无聊的影片增添了些许的可看性。那这尾鱼是活体放血，处理的过程中都没有血流出来，肚子里面的肥油超多，因为养殖鱼活动量很低，养尊处优嘛，所以鱼肉里面的油脂应该很多。这个是鱼的胃，因为停止喂食了，所以整个肚子里面都没有任何排泄物，肠胃都非常干净，没有任何气味。把尾段动脉里的血冲出来，整条鱼都弄得非常干净。红瓜子的状态跟南瓜一模一样，肚子很干净，放血很彻底，这很快速的就能完成整个作业。那很多人都跟我说养殖鱼有一股饲料臭，但是我可能吃的鱼不够多，也没有吃过鱼饲料，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理解饲料臭是什么味道。这一次机会难得，试看看高级的养殖鱼，不论结果是什么呢，我心里面知道就好了。说没有的话呢，就会有人说我在舔；说有的话呢，就有人说我在装逼。今天是熟成的第5天，来吃这2条石斑鱼了。南瓜的状态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去除鱼鳞要费点功夫就是了。这尾是钓了5天的红瓜，整尾鱼都干硬到爆，像塑胶一样硬，鱼头几乎合不起来了。鱼鳍骨跟鱼背的交界处非常明显。我之前买过一尾3公斤重的野生南瓜石斑，1公斤2000元。后来我就没有看过比那更大的南瓜石斑了。我所谓的看过呢，指的是我能买到的，不是那种社群里面传过来别人碗里的照片。我认为在未来，不论大家愿不愿意、喜不喜欢，养殖渔业必然是水产品的主力，因为人类越来越多，需要的蛋白质更多了，那么会捕捞的鱼也越来越多。总有一天，野生鱼会变得非常少，而且非常昂贵，就像你现在很难看到野猪啊、野鸭、野鸡一样，都被抓完吃完了。实际上，我们经常吃的水产品也大部分都是养殖的，只是你不见得知道罢了。因为产地通常只是写那个国家的名称，不会特别标注它是养殖的，更别说还有洗产地的问题。
那还没有养殖的品相通常是养不出来的。红瓜子石斑超硬，放在砧板上会一直滑动，用纸巾垫一下。鱼鳞跟塑胶一样割不开的，用剪刀剪一个缺口，顺着这个突破口来切割，顶住脊椎。那戴先生没告诉我这个是卖多少钱，我也不知道通路上是多少，但应该会比野生的便宜许多，因为野生的太少见了。所以我们买的通常是稀缺性的溢价，而不见得是品质上有倍数的提升。如果野生跟养殖有3倍的价差，我会选择养殖的。但是养殖的大部分都是冷冻的，供应熟食市场的。那这种生食程序的，我想在宜兰想买也很难买得到。下刀就觉得很油，干式熟成排除了水分，让鱼油浓缩，切割的时候油腻感很明显。这个红瓜子鱼很小，但是鱼肉里面油脂更多，胸鳍啊、腹鳍啊、背部的肉都是白色的油脂。像这个骨膜上的油呢，单纯刮下来会挺油腻的，可以剪成小块，用烤的或炸的都很酥脆，或者拿去煮汤。养殖鱼有一点是很吸引我的，就是它能够很精准的控制鱼从离水到消费者手中的每一个变数，我可以不用去猜测捕到的鱼法是什么，鱼挂网死后泡在水里有多久，离水之后有多久才会回港，中间有没有冰好，有没有保存好等等，这些呢，经常会导致野生鱼类品质降低的原因。那么重点是养殖鱼比野生鱼便宜非常多所以如果养殖鱼的生食体验很不错，然后能解决一下那些不被人信任的原因，我觉得是下一代的最佳选择。我吃不完那么多的边角料，先烤半边鱼头跟下巴试试。蓝瓜子有一半来炒斑球，上次那一尾蓝瓜子我也炒了，用相同的做法来检测一下口味。那生食熟食都做，但这个炒斑球在加入了花雕、胡椒、沙茶、蚝油炒过之后呢，有差别的大概只剩下口感了吧。红瓜子的油脂很多，感觉很紧弹，我留了一些做原味的评测，其他的都做意式的吃法，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单纯是因为夏天这样吃特别的清爽。